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坐月子的仪器以及传统。在一开始，自古以来，衣食同源、药食同源的一个传统观念深植在民众的心里面。天然的食物可以长期食用，并且兼具有保养以及治疗的一个作用。能提升我们身体的自体免疫力，让我们远离疾病，达到保健的一个功效。《黄帝内经》里面对于饮食养生的一个规范，以及对于饮食治疗有系统的一个论述，强调饮食要节制，五味要调和等观念，主张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并且指出违背饮食宜忌的原则会对身体产生危害。那坐月子其实是东方产妇在养生保健上的一个传统，在西方并无坐月子的习惯，而两者文化传统之间的一个差异有何不同？就从中医的观点来谈谈坐月子的仪器以及养生保健。在这个地方，我们介绍一些俗谚，例如“煲胎干牙做鬼来”，“饼牙给酒芳，饼书六地帮”。也有人说“鬼来吃一喙，看牙鬼外吃甲胃”。这些都是传统在坐月子上的一些俗谚。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坐月子的目的。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在东方传统上需要坐月子？不外乎它有一些目的以及期许。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坐月子的目的。坐月子的目的有三。第一点是让产妇补充体力，调养好身体，改善体质。而坐月子的第二个目的呢，是希望产妇她能分泌足够的乳汁来哺喂婴儿。第三点，则是希望产妇能够顺利的再次怀孕。而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人丁的一个兴盛以及人丁的一个补充，在农业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而坐月子期间的一个三大要领，在这个地方或许大家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正确的坐月子跟饮食调养占了约60%，而正确的生活方式占20%。至于充分跟安静的休养呢，也占20%。上述这些介绍都是坐月子期间的三大要领。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介绍到元代的一本饮食的专著。元代饮食的这本专著《饮膳正要》是由太医胡思慧所编撰的。在《饮膳正要》当中，十分重视药物跟食物的滋补和治疗价值。其中最值得参考的是，《饮膳正要》中有介绍到妊娠阶段的一个食剂以及乳母食剂。其中，乳母食剂是针对哺乳母乳的一个妇女，在饮食上要特别谨慎，来食用适当的食材。避免因为误食了一些容易过敏的食材，例如像是海鲜等等，透过乳汁传给胎儿，而引起胎儿的一个过敏的现象。产后的饮食禁忌，所谓饮食禁忌，是人们为了保护自身健康所设置的一个屏障。产后妇人气血骤虚，使得脏腑的功能失调，脾胃虚弱，所以在产后饮食上应该特别重视饮食上的一个宜忌，
以避免造成身体的一个负担。接着，我们为大家介绍产妇在坐月子中的一些传统饮食的规范。坐月子中的一个传统饮食规范，最主要是为了保护产妇，维持她的一个健康。首先，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在进食时是要坐着吃，而不能站着或者是蹲着吃。最主要是因为产妇在生产完以后，脏器都还尚未复位，在伤口上的愈合也还不完全，而站着吃或者是蹲着吃，往往会使脏器的复原以及伤口的一个愈合会受到影响。而第二点，在传统饮食上的一个规范，产妇在盐巴上的一个摄取是被禁止的，因为盐容易造成水肿，对于伤口的一个愈合是不利的。第三点，忌食冷性跟冰凉的一个食物。这些冷性的食物对于刚生产完的妇女身体偏虚或者是偏寒是不利的。而冰凉的一个食物，在传统上，我们担心食物不洁会让产妇在食用之后引起肠胃方面的一个问题，或者是障碍。第四点，在坐月子期间，产妇要忌吃一些烧烤、油炸、辛辣、酸性以及刺激性的一个食物，因为这些食物都会造成肠胃道的一个刺激以及负担。第五点，要忌吃一些腌制品。一般腌制品都会含有过量的盐分以及防腐剂，对于产妇刚生产完是比较不适合的一个食品。第六点，忌吃一些坚硬的食材。这些坚硬的食材，因为产妇在生产完以后，身体用力过度，钙质大量流失，吃得太硬的这一些食物，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产后的饮食规范，大多是透过食补与药补的方式来进行调养。而在坐月子期间的饮食，常会以麻油入菜，例如麻油鸡、麻油猪肝以及麻油腰子和中药炖汤等等。而在这个地方，或许大家有发现，产后的一个饮食，在传统上往往会用到动物的内脏，而现代的人们比较崇尚养生，就有一派的人主张以及提倡不食用这一些动物性的一个内脏。在这个地方有一点需要提醒产后的这些妈妈，在摄取麻油鸡酒汤时，妈妈在进行哺乳要间隔2.5小时以上，来避免婴儿在哺乳期间摄入酒精，而产生健康上的一个风险。而元代的呼思慧在《饮膳正要》中所提到的一个乳母食记，正符合我们在哺乳阶段的这种饮食上的一个禁忌。其中叙述，孩子不管有无生病，哺乳的一个妇女都应该要谨慎的饮食。若不知避讳谨慎的话，贪图口腹之欲，饮食不恰当，不仅让自己生病，也会让孩子受累生病。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妈妈吃的不干净的食物，拉肚子了，不仅妈妈会拉肚子，而这个不洁的食物也可能会引起孩子生病。由《饮膳正要·乳母食记》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母亲在哺乳时要避免在太饱或者是饥饿的情况下来喂哺母乳，避免体内是处于太寒或者是太燥时
来喂哺母乳。而针对婴儿生病时哺乳的一个妇女，她的食物更得要谨慎些。在介绍完坐月子的目的以及它的仪迹和传统，想必你对于传统坐月子中的这些饮食的规范以及禁忌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吧？